它可以在最低的转速，几乎怠速的部分就可以让你做换挡，而且是顺畅换挡。这个我觉得是它最厉害的第一个地方。大家好，我是阿 Kira， 欢迎收看新手测试。今天我们来到台中这边，因为今天是台中凯旋旗舰店发表新的 Triton 800以及 Tiger 800。那在新的车辆之后呢，它跟当初的660差异还蛮大的。因为一般来说，假如车辆在发表的时候，它的排气量差一些的话，通常都是这种车款的升级。但是从660一口气升到800的时候，很明显可以知道它已经是不同的车辆了。当然，所谓的不同也不是全部都不同，而是有些部分的更改。那当然，它的定位的部分呢，也不是660的升级，反而是另外一种呢。至于细节是怎么样，我们现在就为大家说。那这个车辆中，我等一下会分别针对它的外观、悬吊、外观、车架、悬吊、刹车、轮框、引擎、坐高与骑士三角、骑士操作以及电子控制单元这几个部分，详细的为各位说明。所以接下来各位仔细听，我们开始喽。基本上在外观的部分，凯旋这家公司它一直都对每一个细节非常的用心，特别是质感的部分。所以像这一类型，这个小的帽子这一类，它的那个设计啊，它用了2个不同的材料，甚至还有加上一些网状，然后包括下面这一块，有时候有些他们会觉得说，可能这个是有一些设定不同，然后很多车子他们可能这一块只是小小的一块都把它省略掉，但是当凯旋他愿意把这个加上去的时候，无疑的就是让整台车细腻度的质感全部都大幅的提升。然后这边包括这小个的塑胶件，所以这一些的装饰呢，让你在凯旋的 Triton 800第一眼看到的时候，你就会被它的细节所注意到，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凯旋的系列中，他们与其他车款非常大的差异。当然，其他车子那些 LED 的设计我就不讲了，就到时反正照片网络上非常多，各位就可以仔细的看到。接下来在车架的部分，当然它现在的车架仍然是使用前后钢管型的车架。钢管型的车架呢，它的优点就是它比起铝合金的部分比较少一点，应该是说它的整体的大小会稍微比较小一点，所以它可以获得了更多的空间，然后它也可以拥有足够的刚性来支撑这一台车子的操作。所以在这台车上面，我基本上看起来，跟660的车架一样吗？不是很确定，因为它看起来算是蛮像的，但是在骑乘起来的感觉，我觉得有些不一样，跟当初的660有些不同，但是不一定，这可能到时细节的资料才能够比较明确。所以在车架的部分，他们使用了钢管车架，还有一些小饰板来让你把整个质感全部提升起来。在悬吊的部分，这个就算是他们的重头戏了，因为这次的 Titan 800它使用的是 Showa 的SFF BP。那这个东西呢，它是叫做Separate Function Front Fork，中文叫做分开功能的前叉。不好意思，中文我不太晓得，就那个来记吧。那基本上它 SFF-BP 的那个 Separate Function 以及 Big Piston 这2个东西其实是分开来的，就是它的那个 Separate Function 呢，就是代表在 Showa 的系列里面，他们把阻尼跟弹簧预载是拆开2支，这样子的好处就是。预载的弹簧专心处理预载的部分，阻尼的部分专心处理阻尼的部分。那这个时候，它就可以把阻尼的部分的活塞变大，变成所谓的 Big Piston 的大活塞。那这样子的话，好处是当它面积大的时候，它长时间的运作起来，就压力变化比较小，那也不会有所谓的孔雀效应这种东西的。所以其实严格来讲，Showa的 SFF Big Piston 的系统。它其实原本是用在越野车上面的，他们直接把它放到这边来。各位，你可以想象到这次 Titan 800的升级了吧？几乎是升到顶了。然后后面的话，它是用 RSU 的避震器，它也是在做那个预载可调的部分。而他们的避震器长度呢，前面是120，后面是130，在一般市售车来讲。就是这样的高度，还稍微再多一些，所以它是非常够用的。那前面的前叉，当然它使用了41C，这个是在街车里面中算是稳定性的前叉，它操作起来整体上你无论是做任何加速、减速操作的时候，它都能够做到稳定的操作。然后再接下来我们就到了刹车的部分了。
在刹车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它的卡钳呢已经是冠上凯旋的标志了，所以这种通常来讲的话，他们是有足够的量，可以跟厂商要求做这件事情。同时，它的这组卡钳也是比较薄一点的，所以它里面拥有更大的空间，可以给轮框去做它轮框的强度支撑。同时，它当然也是使用辐射式的卡钳，而它前面的碟盘呢是使用310的双碟。然后后面的话是使用220，这个在 Triton 上面的使用上，在我们刚才所测试的结果，它都是我必须得说啊，非常非常够用啊。其实基本上你不会有遇到不够用的状况。那基本上来讲的话，他们这一组的设定在试售车上面就已经算是非常应该讲，我觉得已经是算是 over performance。就是超越它原本所需要的部分了，所以在刹车的部分，基本上来说，我觉得分数是非常高的。那接下来我们到了轮组的部分，它前面呢使用120，后面使用180，然后前面是3点5寸宽，后面是5.5寸宽。它这边所使用的五爪以及这个经典的金色配色，各位你能看它金色有点不一样哦，因为一般的金色它会比较偏黄一点，但是这个的话它是非常金的部分，所以这台车除了它本身外形的设计以外，它在轮框的部分也可以让你感觉到有非常复古的风格。对，而且它这个五爪，它旁边做的比较细的话，你在感觉起来上也不会有那么抢眼的效果。那在强度上，当然我们不会去测试强度啦，但是基本上，以 Triumph 的这个轮框的部分，我觉得是毋庸置疑，它是当然都 OK 的部分。好，接下来呢，在轮胎部分的配置，我就不用特别说了，就是米其林的 Road 6这一组。那 Road 6这一组轮胎在一般上兼顾使用上的状态以及耐用度部分，都算是经过多数的认证的，所以 Road 6这一组轮胎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嫌的，它基本上你使用绝对是够了。当然，接下来我们就到下一个项目，嘿，就是引擎的部分了。OK， 接下来到引擎的部分，从 Triumph 660到800这一颗，他们原厂也有说过，并不是拿660去升级，而是整个全部大改掉。所以在 Triumph 800的这一颗引擎上面呢，它几乎已经是做了很大的改变的。因为 Triumph 660它原本呢是12.1的压缩比，然后到现在就直接变成13，它的压缩比呢变得非常高，这几乎已经是性能车的设定了。所以跟以前的660比起来，它整体的性能表现也会是非常大的差异哦。因为到13点多的压缩比，说真的，试售车很少遇到，几乎很少遇到，所以为什么他们会做这个设定？我猜应该是要让这台车子跟660做出不一定，应该讲是不一样的区隔。660它是非常适合入门的新手啊，甚至不一定是新手哦，老手要休闲的人，他都可以使用660，那是非常棒的。但是在这种使用过程中，有些人可能觉得我想要多一点 ，I need more。但是660在这一块上面就是一个小痛点，所以他们就推出了800这颗引擎，在13.1的压缩比上面，它的动力非常大，它来到了115匹马力，然后在10750转的时候可以展现出来，而它的扭力呢到了48牛顿米。48牛顿米在8500转的时候展现出来，那各位听起来这个转速是不是非常高？对，没错，只要你要说这个最大的话，的确是偏高了一点，但重点来喽。它在低转的时候，基本上从3000转以上，它的整体的动力扭力值全部都已经展现出来了。这个就是 Triumph 设计引擎厉害的地方，所以他们的引擎在这个部分呢，就可以把整体的顺畅度做上来，算是非常优秀的。然后它前面有加了一个大的水冷排，让大家可以非常的稳定操作在这边。好，在引擎的这个部分，我重新补回前面在悬吊的一个小部分，就是关于它前叉的拖曳角，这个应该是前叉的这个拖曳距的部分，在它这台车前叉的拖曳距，它拉到了108mm，那这个部分相对于一般市售车来讲是稍微比较直一点。那同时它还是含有倾角，所以这台车它的最大好处就是你在高速的时候可以稳定，你在做换位转向的时候，它可以非常灵活。在108mm的这个设定中，我觉得算是蛮完美的部分哦。嘿，在这个补充完之后，我们接下来就到了坐高与骑士三角，终于最多人所在乎的部分。对，台湾人什么都可以不用，但坐高与骑士三角一定要在乎。好了，让各位看看，来，基本上，对。它的坐高就在这边，直接打在荧幕上面。但是我简单的说，就是我们在坐上来的时候，我直接可以讲，在台湾它的坐高算是非常非常亲民的，而且它的椅子并不会非常的宽，所以就算所谓的一般人坐上来啊，你都可以很轻松的做一个切换的动作。
对，它都是非常稳定。那在放脚踏的部分，它这次的脚踏稍微往后移了一些，增加了车辆的运动性能。但是在平常骑的部分，它后面又有够大的椅垫，所以让你可以做的舒适，可以做的一些动作。那前面的话，它的把手使用宽型稍弯一些，没有前后移动的把手，所以其实当你在操作时，就算你的速度快，你要做快速的倾倒以及快速的切换上面，这种把手上面它算是非常优秀的部分。那在骑士三角的部分呢，简单来说就是趋向于正常使用的状态没有问题，因为它本来设定就是日常使用，不是赛道嘛，所以只要这台车你真的想要去赛道使用的话呢，好像跳得太快了哦，但没有关系啊，我就跟大家讲，只要是赛道使用的话，基本上我觉得它的设定可以再稍微往后一点点。然后这个时候你再抓车子的控制方向，还有把手再短一点点，这样子会比较好一点。但是这个是封闭场地，我们就只是另外再聊聊。对，所以这台车简单的说，坐高与骑士三角的部分，你基本上不需要去思考太多，它就是可以适用于东方人的身材，然后所有人都可以去操驾跟驾驭它的。那椅子的那个贴合度，我觉得是蛮 OK 的，因为它不会过黏，但是也不会说整个滑道没办法操作。在骑姿的部分，我觉得最大一个差异就是这个。各位虽然旁边看起来觉得这一组跟 Triton 660是一模一样的，对不对？整体看起来也是一模一样，但是一个最大差距，当初我们在骑 Triton 660的时候啊，我们的脚会卡得很尴尬，那时候的脚带卡在这个位置。所以就变成你要夹也不知道夹哪里，你要做也不知道做哪里，然后甚至我说难听点，你真的把它拉到封闭场地，你要开始去做动作，你整个人要重心转移出去做靠谱的时候，其实当初在 Triton 660上面这个部分非常卡，你完全不知道要怎么放。那所以 Triton 800虽然它这个感觉是跟660长得一模一样，但是我觉得它应该有大幅更动过，因为不然我这次在试乘的时候，我有故意做一些动作试试看，发现我们的脚可以很漂亮的卡在这里。所以 Triton 800我这么讲，虽然是市售车款，但是实际上感觉它也很用心的帮你做了一些设定的改变，就算你想要下场地的话，它也是可以使用的。所以 Triton 800整体来说，我觉得它真的是一个升级的车款来出现在这边。那在坐高骑士三角讲完之后呢，我们来说说骑士的操作单元。接下来我们近距离看看在按钮上的部分。对，在这些按钮上呢，它的开关采用了一体式的设计。对，这有非常明确的那个触感。所以就算你戴着手套，你也可以知道它怎么样。那双黄灯的这一块坐在右手这边，通常都是蛮标准的啦。那在左边这里，他们做了各种的方向键，这个按钮、这个 function 的确定以及方向灯，哇，这个方向灯呢，我蛮喜欢它的，就是因为你推的那个触感会很明确。因为这种电子，它这种已经是电子式的方向灯，没有传统机械那种滴答滴答那一种的。那这种情况，我们很容易就是戴着手套骑乘的时候，你打了方向灯，你都不知道打了，对不对？各位一定有遇过嘛？但是在这里上面，它特别把手感做出来，我觉得这点算是凯旋非常细心的部分。喇叭的话，当然趁现在没有人注意，偷偷按2下，很大声哦，超级大声，所以放心。当你在塞车、在车阵、在高速公路、在任何地方，你喇叭按下去，人家一定听得到，因为它这个高频喇叭让它的穿透力非常的强。然后前面这边最后有自动的灯以及定速系统，所以这台车它在原厂就已经把定速配给你了，然后甚至连快排它也是原厂配给你。所以我得要说，凯旋在这一块它真的是蛮你要说大方吗？我觉得是将心比心吧，他已经把这整个所有的规格全部都放上去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面是非常用心的。当然，这个在这次没有测试到，这个可能我们下次再做测试吧。最后就是来到了仪表，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让我们看看仪表的画面吧。对，在仪表的操作中呢，我们在按功能的时候，可以选择运动啊、雨天啊跟一般的道路，然后接下来还有其他的部分，我按一下，哈哈哈。哦，就是 Trip One， 然后主功能。基本上我觉得我不用走太多啊，我快速的游一遍，基本上跟之前的差不多。因为凯旋的模式它已经算是蛮完整的，所以也不用做什么大改变就可以了。所以仪表板各位，只要你们以前用过的，你们就可以继续用这。但是他们这次有强调，连手机的部分非常的快速，以及导航非常的优秀哦。那这次虽然我们在发表会中还没试，下次有机会我再试试看嘛。所以好，在 Triton 趴牌的部分，我们就快速的在这边为各位做一个静态的讲解。那当然，同时它也发表了 Tiger Sport 800
当然这台车有非常多东西都是一样的，包括它的引擎车架等等这些，它都是模组化的设计，所以我不需要再从头一个一个来告诉大家了。我只针对它与 Triton 不同的部分，快速的为大家解说一下。基本上它的不同，当然最明显是外观啦，对它的那个外观的部分，然后还有加上这个风镜，所以 Tiger Sport 800简单的来讲，它的定位是属于 Grand Tourism 的车款，就是长途旅行的车款。当然它后面有原厂的配箱，在后续他们会把它装上去。而其他差异的部分呢，在悬吊的部分也是不一样的。它的悬吊是使用一样 Showa 的 Separate Function， 但是它就没有用 Big Piston， 所以在悬吊上面你可以看得到，它的两边都有阻尼的设定，右边是 Tension， 左边是 Compress， 右边是回弹，左边是压缩，对，它就没有用 Big Piston 的系统了。但是它的悬吊长度来到了150mm。刚才我们讲 Triton 的前面是120，后面是130嘛，但这个前后它都是150，所以它的长度的话会比较长。还有一个差异哦。虽然 Triton 的前避震，它的应该讲前避震的功能比较多，但是在 Tiger 这台车，它的后避震的功能比较多，因为它除了预载以外，它还有增加一个回弹阻尼，可以让你设定的。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差异呢，就是它的后刹车。在 Triton 的后刹车上面，它是属于310/220的，我记得它是220，然后在 Tiger 上面它是使用250，所以在这里其实各位也可以看得出一些端倪，就是它让后刹的刹车碟盘比较大一点，给你多一点的后刹效果。那这台车它就可以不只是高速，它在低速操作甚至不同的地板时，也可以给你更多骑士本身可以决定的刹车操控。对，那这台车子它的重量当然也比较重，因为那台车的重量是198，这一台的重量我没记错的话是216，假如有错我后面字幕再修正一下好了。对，那当然它的油箱是大很多的，因为那个是14，这个是16.8公升，所以18.6，对，这是18.6，所以在长途旅行上面它的能力会非常强。当然啦，这么多人关注坐高，来我们来看看它的坐高吧。基本上，在我坐上这台车的时候，其实我说真，我觉得差异不多我真的觉得差异不多，而且重点它不是因为避震的下沉让我觉得没有差异，它避震没有什么沉，有没有发现？还蛮稳的，对，还蛮稳的。但是我坐起来之后，我觉得整个人是安心感很高的。所以你在各种骑乘不同的状况的时候，在那些路况下，除了长避震可以带给你稳定感以外，你在骑乘时的安心感也会非常高。所以 Tiger 这台车，它在 Grand Tourism 的设定上面，我觉得我是非常喜欢的。它的仪表板有一些不同，但没关系，我相信各位网络上都看得到，我这边就不特别来说它的仪表板了。还有另外一个东西，一个差异，它的这个手把有比较稍微往后倾一点，所以它在相对起 Triton 的那个手把上面呢，它的操控当然没有像 Triton 的那么快速的灵活，但是好处就是它这个手把是往后的，所以这种往后型的手把，它让你在高速骑乘、长时间骑乘的时候，整个骑士可以获得很有效的放松。但是，假如当你要开始拿它去挑战越野啊，对，每台车都可以越野，没错。Tiger 800可以越野吗？我告诉你可以，因为它的手把就透露出他们想让你做这件事。这个手把是弯曲型的，你只要把它放松之后往前修正。这个车子的骑姿就立刻改变，变成前倾的方式。那这个时候，你可以站立骑乘，以及在各种不同的地形上都可以做到更好的操作。所以 Tiger 800这台车呢，我觉得它除了 Grand Tourism 以外，还有点像是要做成 Dual Sport 的样子。虽然是17寸轮框，但是我相信它本身是在的。那后面这个比较高的方式，也可以让一体式的坐垫，让人家会坐得比较舒服一点点。那这就是 Tiger 800主要的部分。我们现在呢要准备进行试乘了，所以看到现在这边所有的车辆都弄好，然后媒体朋友们也都在准备。现在就让我们来试试看吧 ，Triton 800到底它上路的表现如何 ？Let's go！
然啦，因为刚才的4层会的部分，我有骑到 Triton 800，但是 Tiger 800呢，我耍笨，我一直以为我是2点才骑，结果我是1点半的场次，我刚才跑出去看着，哎，怎么车在那边都没人骑？等到回来时4层会结束了，对，所以各位不好意思，Tiger 800我没有骑到，但是 Triton 800我有骑到，所以在最后我也可以快速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Triton 800这一台车它骑乘上的感受是怎么样。第一件事情让我觉得最惊艳的，并不是800这颗引擎多细腻多什么。我告诉各位，第一个让我最惊艳的快排，不要怀疑，就是它的快排。Triumph 的车系，它的快排一直以来都是非常出名的细腻、稳、安心。而这一次，他们原厂呢更加强调说，请各位一定要试我们的快排。所以对我来说，我会觉得说，不对啊，你快排已经顶了，你还要再试什么东西，对不对？那试了之后，我终于知道差在哪里了。这一次的快排真的是神级的改变，因为除了它 Triumph 一向来的快排，它在各个换挡的时候都不会有顿挫感。它都是非常顺的，它几乎让你结合之后再继续开油下去。光是这个小设定，让我们在骑乘时就觉得非常的舒服。但是竟然你这次说你的快排那么厉害，我就为它做了几个极限测试。第一个，我在骑乘过程中直接打到6档，转速降到2000转，几乎带转的转速，我开始做进退档。这时候让我最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各位你们知道吧？一般的快排，你在这个转速下做进退档会发生什么事？就是非常的顿挫，咚咚咚，整台车顿挫。但是我在这台车上面，我去做快排的切换的时候，它竟然有那个声音，但是没有任何顿挫，所以整台车是顺畅的。它可以在最低的转速，几乎怠速的部分，就可以让你做换挡，而且是顺畅换挡。这个我觉得是它最厉害的第一个地方。那第二个地方更厉害的部分呢，是我跟凯旋他们讲，就全部都被笑。好啦，就是第二个我做极限测试，因为一般上我们在退档的时候，就算你有快排，我们在激烈退档时，车辆都会严重的拉。所以这次我做了一个很恐怖的测试，就是我直接拉到时速破100后，从3档一口气降到1档。那通常这种情况，大家会发生什么事情？是不是车子就开始引擎爆转啊，然后后轮开始拉，快要摔了，对不对？夸张的来了，基本上它引擎补上去之后，我就想，哎，奇怪，我在1档了吗？低头下来看，对，1档时速60多，所以这个时候它的转速的控制是非常漂亮的，它可以让你很平稳的退到1档，但是车辆不会有不稳定发生。这个部分是让我对它的快排印象非常深刻的部分，所以我不得不说，凯旋公司它在快排的部分还是有它厉害的地方。那接下来下一个部分呢，是在受瓦的 Big Piston 的这个处理，因为这种车款呢，就算它用了多好的避震器，你也要顾及舒适。所以通常我们的舒适下去时，你压车子是会动的。对，没错，这台Triton 800我在压之后，车子也是一样会动的。但是关键来了，通常这种软的避震器，你在路上遇到任何颠簸、任何切换的时候，车子都会不断的摇晃。但是中间有一段在路上的时候，它有一个小跳的部分，我整台车子动一下跳起来再下去，这个时候才让我发现受瓦的这一组避震器用在它上面厉害的地方在哪里。因为你平常压是可以动，但是在当下激烈的那一刻下来，整台车就积在路上了，然后继续前进。那时候我是持续开着油的，所以基本上在这一点让我确定它的避震器在受瓦的这一组配在 Triton 上面的避震器，其实算蛮顶的。对，我感觉算蛮顶的。对，所以在这一点上面，我觉得它是非常值得赞赏的地方。当然，另外一个要赞赏的，我刚才有说过了，就是那个踩的在脚放的位置已经算得非常漂亮了。所以以后有机会可能在场地里测试，我们会更加知道它的答案。对，那另外一个东西呢，就是它的不管是 ABS 啊，还是它的引擎的 TC， 因为我刚才都有在做极限测试，包括你直接全油门开下去的时候，它的那个车辆的抑制控制非常好，因为它本身就搭配了6轴的 IMU。那基本上我觉得它这次的6轴好像不只是轴位油，它好像在加速陀螺仪加速仪的部分，它都有做了很细腻的调整，不然它的快排没有办法做到那么细腻。所以这个是当然原厂没讲啦，但我的感觉上是这样子啦。所以基本上简单，最后让我们来快速简单的说 ，Triton 800这台车它到底适合什么样的人呢？答案是，你有一定的程度，我没有要说赛车手。但是至少你不是今天第一天考到照的人，你有一定的程度，你曾经骑过车，然后你希望往这个车的性能上去寻找，但是你又不希望它只是性能，你希望它可以进得了森林，可以出得了厅堂，对，就是又要能够好看又有性能的话，那Triton 800它专攻这一类的族群。
因为它本身设计的漂亮跟细腻度，让你在见客人的时候，是人家会觉得哇哦 ，is beautiful 的感觉。但是当你要性能的时候，你也可以去做调整。所以我这边也快速跟大家讲，刚才3个模式我都有试，雨天、道路与运动模式。那这个模式中，其实让我觉得最惊艳的部分就是雨天模式。各位不要怀疑是雨天哦，不是晒到哦。为什么？因为一般上换成雨天模式的时候，你车骑起来都会有一种顿感，对不对？大家都感觉到咚。但是它的雨天模式完全没有雨天模式的感觉。各位不要怀疑，到时候你们来试试看。你开雨天模式下去骑，你可以在平常骑的，它不会有任何雨天的顿挫感。然后当你换成运动模式的时候，它的整体设定不是只有那种高转上去，它是从低转到高转之间的整体搭配会非常的漂亮。所以一般在运动模式的时候，车辆都会变得很疯很难控。但是在 Triton 的800这台车上面没有这件事情，它的运动模式你仍然可以在你的控制范围内。所以在这一点我觉得它的模式以及电控的部分已经算是进步的非常多。所以这台车非常适合想要玩乐、想要平常代步、想要载人、想要见客户、想要出去玩，它都可以使用。对，那 Tiger 的部分很可惜，虽然今天没有骑到啦，但是基本上照着状态来讲，我觉得在长途 Touring 的部分是可以试试看的。各位想看吗？跟我说一声吧。对，那基本上这个就是今天所有的那个发表会的测试了。当然就时间有限，我能够讲的部分也就这些。各位只要你们喜欢的话，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分享小铃铛。那我是 Akira， 今天的新手测试你们喜欢吗？想看什么车的再跟我说吧。就这样，拜拜。